公司系统出现漏洞，我连夜抢修，挽回千万损失，却因为加班期间吃了一桶泡面充饥，被罚款20万，还美其名曰对事不对人。之后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公司天塌了。这次核心交易系统宕机，虽然最后抢修成功了，但暴露出我们技术部极大的管理漏洞。齐衍作为技术总监，加班期间违规吃泡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经过董事会决定，扣除齐衍本季度全部绩效，并罚款20万。齐衍啊，我这也是对事不对人，公司要按规矩行事，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委屈你了。齐总监，快点处理啊！公司和客户都等着呢。哼，别连累我下班啊！好小子，干得漂亮！熬了36个小时，辛苦了。放心，你拿命保住公司的系统，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你。身为总监，不好好处理工作，还有时间吃泡面。从公司初创到现在入职6年，常年熬夜加班处理烂摊子，为公司拿下近10亿的项目合同，到头来却因为关系户搞出的烂摊子，熬了36小时吃了一碗泡面，就罚款20万。齐总，谁让你身为领导加班期间吃泡面呢？虽然你是替我擦屁股，可我将这件事情通报也是迫不得已。你也知道我是处理的你留下来的烂摊子，我也是没办法，谁让你才是正总监，我是副总监呢？这不就是你应该做的？毕竟公司要按规章制度办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啊。你说的对，这个教训我吃下了。到账20万元。20万已经转过去了，宋总可以查一下。齐衍，你什么态度？我说了，这是公司的规定，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宋总，有规矩挺好的。从今天起，我也对事不对人，希望你做好准备。准备？齐衍，这就是你和领导说话的态度？宋总，你会知道的。齐衍，你给我站住！你走出这个门试试！宋总，是你说要按照规矩行事，严格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对事不对人。既然如此，时间到了，我下班了。叔，这个齐衍也太狂了，真以为公司没了他不行。各位，我只是按照规章行事，下班时间齐衍离开也是遵守规定。我们继续。宋总不好了，系统出问题了。什么？齐衍？齐衍呢？立刻给我处理好。宋总，您忘了吗？齐总他下班了。齐哥，昨天你走之后，系统出了 bug， 技术部的人熬夜修了一整晚，连累了好几个大单。宋总也因为你昨天提前走生气了，现在估计要整你，你注意点。我是按照规章制度下班，没事。齐衍，你虽然是创业元老，但是现在公司规模和以前不一样了，做事要讲规矩，下次记得敲门。宋总，东西我给你了，你最好看一下。齐衍，我知道你心里不满，但罚款20万这是公司规定，你就算写申请书也没办法。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从今往后严格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好的，宋总，我知道了。哼，这就对了。别以为公司没了谁不行。齐哥，你没事吧？宋总没说你什么吧？没事，工作吧。老齐，驾驶舱 2.0 的更新需求，加班给我处理好。这不在我本季度的开发范围内，我不做。你装什么装？这可是我叔亲自点头的项目。你少在这儿给我搞官僚主义，以前不都是你一句话直接插队做吗？以前流程不规范是我的失职，现在我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现在我对事不对人，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行事。时间到了，我要下班了。齐总，齐哥救命！鼎盛资本的数据盘怎么卡在99%不动了？客户还在会议室等着看模型呢，这可是2000万的合同。齐哥，你动动手指改个参数，5分钟就能搞定。赵总，你看看现在几点？你怎么能关电脑？你疯了！这可是2000万的合同啊！
合同是公司的，下班时间是我的。5分钟，就5分钟，你加5分钟班能死吗？你业务跑不通，是因为你没提前3天空出服务器资源。你的工作失误，不要拿我的下班时间来替你买单。齐眼，终于等到你下班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霍正清，久仰大名，霍总。宋伯年不分青红皂白罚你20万，我也听说了。我这次过来就是想挖你。霍总，我不准备再继续给别人打工，抱歉。不是打工，我这次是邀请你以技术入股做联合创始人。我在外已经找好了投资人，第一波融资20亿，你占12%的干股。霍总，我接受你的邀请，不过请给我29天时间。为什么？等我把楼上的垃圾处理完。早上的自动化营销脚本怎么没跑？结算系统的接口也全断了，这些事都是谁做的？怎么不提前处理好？我也不知道，这些事儿之前都是齐哥处理的。七哥，我按照你的要求严格执行交接卡，但这些底层的脏活全是你写的自动化脚本在跑。现在你脚本一停，全公司业务都卡壳了。齐眼，最起码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再吃你的饭啊！立刻把系统脚本处理好，我们正等着用呢。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你知不知道结算系统出问题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所以呢？七哥，以前这些报错都是你顺手就修了啊，怎么现在？看清楚，底层运维组的负责人写的是你的名字，遇到报错去查日志，走标准的排责流程，我只负责审批。那日志在哪儿啊？我操，老齐，你这3年到底干了多少活？这他妈需要8个熟练工干2年才能写完。齐哥，你以前每天到底睡几个小时啊？这4000多份文档，你慢慢看，看不完，今晚就睡在公司。我处理完了，还有事吗？齐眼，现在公司财产受到损害，你就这么干看着？你能不能有点责任心？我只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哪里有错？没事，我去午休了。这个齐眼，愣着干什么？赶紧休啊！齐野，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全公司的业务部门都在投诉你。你这12天的工作量断崖式下降，以前你一天能处理50个工单，现在一天只接3个，而且一到5点人就没影了。你是不是想造反？你还想不想干了？宋总，你这话说的不对，我的工作量没有下跌，反而更加规范了。我严格按照公司下发的岗位职责说明书在工作，上面写了只审核 P1级重大故障，我就只审 P1，不多一条也不少一条。宋总不仅不该批评我，还应该感谢我帮公司规范了流程。你少跟我扯这些文字游戏！我是总裁，我命令你现在立刻把以前的自动化脚本跑起来，今晚加班把堆积的单事清零。宋总，5点了，我要下班了。有工作请明天按照规章制度提交审核给我，谢谢。规章制度，齐眼。哎呀，廖总，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宋伯年，你们星河科技到底在搞什么鬼？廖总，您这是怎么了？你们的云端接口突然断连，我们鼎盛2000万的资金通道全部卡死。我给你们那个什么副总监宋家兵打电话，他支支吾吾半天，除了会说正在排查，还会放什么屁？廖总，您先消消气儿，我马上让技术总监齐眼亲自给您排查。排查个屁！我的人给齐眼打了30几个电话，全他妈是无人接听。你们技术总监下班就玩失踪？廖总，齐眼他可能是有点私人事情，团队其他人也在跟进。团队，宋伯年，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你少跟我玩聊斋。我们鼎盛资本当初愿意跟星河签这2000万的单子，60%的原因是冲着齐眼那套底层架构去的。现在连 CTT 都联系不上，出了事连个能顶上的活人都没。你们这种草台班子，我看没必要继续签合同了。明天一早，鼎盛会重新评估这笔合作，你们准备好违约金吧。齐眼人去哪儿了？赶紧把他找回来！我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他就是不接啊！这个齐眼要造反不成？您好，您拨叫的电话已关。齐眼，你还敢关机？说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你是副总监，你问我怎么办？
还不赶紧去修？明天就是合同的审计会，让他们都给我加班，哪怕是偷是抢也得给我修好。各位领导，这次宕机虽然发生在凌晨，但主要是因为齐总没有做好常规的代码审检。如果他提前发现，一派胡言！1周前的核心系统宕机事故，第三方审计结果已经出来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偶发性导致的宕机，这是极其低级的代码死锁。你们招的是程序员还是打字员？廖总，这只是我们下面的员工一时失误。我查了你们后台的最高权限提交记录，这段导致系统瘫痪的垃圾代码提交人账号是宋佳明。不关我的事啊，我就是按照需求随便改了几个参数。齐眼是总监，他应该负责审核的才对啊。那也得看到提交的方案才能审核。你还有脸提审核？几天前你在凌晨2点05分违规绕过主管权限强行上线，齐眼在2点08分发现异常，花了36个小时，连写2个补丁才把系统拉回来。代码是你宋佳明写的 ，bug 是你造的，修 bug 救命的是齐眼。宋总，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肇事者安然无恙，救火的功臣却被罚款20万，还背了全公司的通报批评。廖总，我们公司规定是这样的，毕竟这么大的公司，无规矩不成方圆啊。规矩？吃一碗泡面就罚款20万，连带我们公司的股价也下跌2个点，你这叫规矩？哦，对，是对事儿不对人。廖总，合同的事情，合同算了吧。等你们公司什么时候能分清楚谁是真正干事儿的人，谁是浑水摸鱼的人再说吧。齐眼，现在出了这么大的情况，你今天晚上加个班，帮忙把系统修一下，5000万的合同不就这么丢了？宋总，时间到了，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我要下班了。另外，我不想因为吃泡面被扣20万。齐眼，你真以为我拿你没辙？你给我等着！不是我正常工作范围内的业务，按照规章制度，我不做。齐眼，你看清楚，这是公司对你待遇调整，因为你给公司带来了5000万的重大损失，董事会决定将你的工资下调至3000，100万的年终奖全部取消。实习员工都有6000，你给我3000，那就不关我事了。谁让你搅黄了公司的合同？你要是不满意，就去找董事会。是你们自己没本事，现在赖到我头上。齐眼，说到底还是你没有及时调整好底层框架。我突然接手，当然理不清逻辑，你也别觉得自己了不起。给我时间，你做的那些事情，我分分钟都能搞定。行，我知道了，没什么事，请你先离开吧，我要工作。哼，1个月3000，神气什么？糟了，底层交易组件内存溢出，老齐，2000多笔在途交易卡死了，金额超过500万，5分钟内不解决，客户那边要炸了。老齐，救命啊！这破模块除了你，谁也看不懂底层的逻辑。4点53，还在我的上班时间范围内，我来看看。老齐，还得是你啊！公司要是没了你，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开得下去。既然没事了，那我就先走了。老齐，2000笔数据还在回轨，大概要20分钟，你待会儿不留下来盯一下？不需要盯，今天我出手帮忙，是因为时间还没到5点。我拿着工资，我尽责。但如果下一次系统在5点以后崩了，你们知道答案的。如果下班后系统崩溃，没有老齐在，公司的所有项目订单估计就全完了。宋总，您找我。齐眼来了，坐。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对我和公司有不满，而且佳明降薪的事情确实不对，我已经批评过他了。至于工资的事情是董事会决定。宋总，我没有不满，我也完全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降薪我也接受。不要急，降薪的事情我帮你争取了一下，你看看。底层架构买断协议，只要你把这个签了，买断费50万立刻打在你卡上。不仅如此，工资我还会在原有的基础上给你翻倍，年终奖也会还给你。齐眼，这个待遇不错了吧？宋总，底层架构专利的价值你不会不清楚吧？50万买断所有权，你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齐眼，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专利你留着也是给公司用，现在我出钱买，相当于白送你50万啊！我这都是为你好啊。那就请宋总把你的好心收一收，专利我不会买，工资和奖金你也不必给我调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小周啊，来坐。齐衍天天踩点走人，消极怠工，完全没有大局观。我知道你和他关系最好，技术底子在部门也是数一数二的。你看你能不能受点累，把齐衍手里那些底层的排棒工作接过来？只要你搞定这些客户，副总监的位置我马上给你批。宋总，您是不是真的以为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他？你也是技术部的老员工了，能力不比他差。他能当总监，你当然也能。宋总，您也太抬举我了。齐衍那些专利能铺满一张桌子，我哪能和他比？所以我让你想办法从他手中搞到这套程序的底层核心代码。现在他每天准点就走，根本不顾公司死活。这种人我怎么敢让他待在总监的位置？宋总，现在他只是按时下班，您就受不了了。他可是总监，关系到全公司的发展，怎么能说走就走？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能拿到底层代码，别说是副总监，总监我也立马给你批。抱歉，宋总，除了齐衍，我们全公司没有一个人搞得定底层逻辑，您找别人吧。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样，叔，搞定了吗？搞定个屁！立刻去给齐衍低头认错。我给他认错，我的面子往哪里搁啊？面子？你他妈还要面子？这5000万的大单要是丢了，别说你的面子，这身衣服也得给我扒了去大街上要饭，赶紧去道歉。老齐啊，我叔让我来找你，那个宕机的 bug 确实是我的责任，行了吧？我之前也没跟您说声谢谢，对不住啊。行了，气也出了，赶紧跟我回去加班，把数据流修好。晚上我请你撸串，这事儿咱们就算翻篇了，既往不咎啊。齐衍，你那套分布式的方案，我让业内几个院士看过了，他们说领先业内至少2年。星河不懂你的价值，没关系。鸿亨科技的大门，连带核心技术团队和联合创始人股份，随时等你过来主持大局。他是霍正清，我没看错吧？鸿沪科技的董事长，富豪榜前10的霍正清居然亲自来挖齐衍。您是经常上财经方面的那位投资传奇霍总，您来挖我们的人。宋副总监，你刚才说一往不咎，你如果真想道歉，就应该去学学举止礼仪，而不是像个大少爷一样干巴巴的说一句对不起。我都已经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样？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肚鸡肠？是吗？那我不接受。齐衍，你给公司约了霍总，怎么也不说一声？霍总，里面请。宋总，现在就别装糊涂了。齐衍，公司培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这么一走了之？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宋总，您的公司只有规章制度，没有良心，不是吗？霍总，具体的事情我们回去再说。好。宋总，我先下班了。那个霍正清为什么要挖齐衍那个臭写代码呢？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眼瞎了？给我闭嘴！去给我拟定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给谁？还能给谁？当然是给齐衍。不是齐衍？齐衍凭什么？叔，你没糊涂吧？凭什么？就凭手上近亿的大单都要齐衍的底层框架。齐衍不能走，最起码不能把底层框架带走。老齐啊，这几年你跟着我确实受委屈了。庆功宴上那件事儿是我处理的不妥，我被宋佳明那小子蒙蔽了双眼。这是5%的股权协议，另外你的底薪从下个月起回调，而且翻倍，不需要你签署什么专利转让。只要你现在点头，把系统底层的烂摊子接过去就行。宋总，您给5%的股份，这也太多了吧？不多不多，对你这种创业元老来说一点都不多。对嘛，这才是我们的好兄弟。齐衍，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非要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惩罚公司吗？宋总，您误会了。以前我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孩子，我愿意为了他熬夜吐血背黑锅，但那一纸罚款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公司去秀丽的韩刃不是我的。我从来没有报复，我只是开始尊重您的规则，做一个合格的员工，不迟到，不早退，不多做一条，不少做一条。午休时间结束了，我要回工位打卡了，宋总慢用。齐衍，齐衍，
敬酒不吃吃罚酒。证监会的问询函，公司股价今天已经跌停了，上面要求我们解释核心系统频繁导电的技术原因。这部分的回复由你来写。我不管行政和公关事务，您找错人了。技术细节只有你清楚。这份回复今晚12点前做不好，公司就会被立案调查，到时候你也脱不了关系。我的岗位说明书里没有撰写证监会问服这一条。我知道公司可能会死，但这不是我的事儿。我建议你高薪聘请外部咨询公司。你走！公司要是退市了，你以为你跑得了？你3年的履历全在星河，星河倒了你也得跟着身败名裂。那是你家的公司退市，和我没关系。另外，你忘了吗？霍正清霍总正在挖我，我不会身败名裂。5点了，我下班了。都他妈看什么？给我工作今天处理不完就都给我滚蛋！各位星河的同日，上个月宕机事故的处罚是我宋伯年个人调查不清做出的严重错误决定。齐言，对不起。我操，我没看错吧？那个宋八脸竟然给老齐低头道歉了。是我做错了，我现在向你道歉。星河不能没有你，技术部不能没有你，我们在的所有员工不能没有你。我刚刚已经让财务把那20万的罚款原封不动的退到了你的工资卡上，就当是为了你和我们共同创建的公司，为了这里所有人的饭碗，你能原谅我这一次吗？说的这么情真意切，真的假的？宋总都低头道歉了，齐哥，你要不就原谅宋总？是啊，齐哥，你要是走了，技术部就散了。公司是你用底层框架亲自搭建的，技术部也都是你带起来的，我就不信你能狠得向心走。而且到时候这些人没了工作，全都会记恨上你。道歉我接受，钱我也收到了，收到了就好。老齐，之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后我们共同努力，再创辉煌。宋总，您以为退了钱、低了头，甚至把我逼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一切就能回到从前，让我继续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压榨吗？有些东西就像玻璃，碎了就是碎了，您用再多的胶水也粘不回去。您鞠躬是因为公司要垮了，不是因为您觉得对我愧疚。什么破底层逻辑，我就不信删了这个冗余表它跑不通。我操！谁把用户主表给删了？整个数据库都他妈塌了！不止数据库，全网后台系统都瘫痪了。怎么回事？系统好端端的怎么都崩溃了？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删了一个没用的数据表。那他妈的是底层架构，你跟我说是没用的报表？齐言，齐言在哪儿？快修复系统！老齐，算我求你，动动手指把表恢复，以你的能力，只要1分钟就够了，就1分钟。好的，宋总，我这就看一下。好，好，好，麻烦你了，齐言。这个问题很容易，放心，很快就能解决。还得靠你啊，齐眼，加把劲儿，马上就修复了。等这次系统问题解决，我给你开表彰大会，给你发奖金。齐眼，你干什么去？你再写2行代码就解决了。宋总，下次这种事情，我希望你能提前来找我。我先走了。就多2行代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写完再走？宋总，到点了，我该下班了。另外，这是宋副总监造成的后果，解铃还须系铃人，您可以让他帮你解决。宋总，鼎盛、瑞丰、合创3大核心客户今天早上同时发来了单方面解约函。解约？他们疯了吗？已经执行中的合同解除，按照合同条款，他们要付违约金的。宋总，违约的是我们。我们？这到底怎么回事？系统停摆超过12个小时，客户的底层交易数据全面回滚失败，法务部电话都被打爆了。他们不仅要解约，还要根据合同索赔，索赔金额高达5000万。宋佳明呢？那个废物去哪儿了？让他带人去把数据跑回来。宋佳明半小时前发了个在马尔代夫休假的朋友圈，现在电话已经关机了，我也联系不上。混账！你先去安抚客户，你去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抢修，赔偿方案可以谈。宋总，我拿什么去谈？拿宋佳民写的那堆死循环的乱码吗？这，廖总原话，星河的技术团队就是个草台班子，他们只认齐眼的底层架构，现在连系统后台都登不进去，您让我去跟客户画饼，我怎么画？宋总，您自己想办法吧。20万，我到底干了什么？我为了一纸20万的罚款立威，逼走了一个能兜住5000万的人。
宋总，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来进行离职交接了。齐岩，现在已经有几个客户要找咱们赔偿违约金了，你走了，星河就彻底散了。毕竟星河是你的，不是我的，这些都是你的事情。这些是我的交接单。齐岩，按照规定，离职要提前1个月提交离职申请。你既然没有提交，那就要老老实实的再给我工作1个月。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回去给我工作。宋总，你还记得1个月之前，就在你对我进行罚款20万的第2天，我给了你一份文件吗？文件？什么文件？齐岩，我知道你心里不满，但罚款20万这是公司规定，你就算写申请书也没办法。我建议你还是找出来看看吧。那份文件是离职申请。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不是因为霍正清，是他打算好要辞职了。这1个月，就是他对我的报复。七哥，你真的要走？七哥，公司是你看着建起来的，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你们好好干，将来有机会再见。老齐，算我求你，只要你不走，我给你10%的股份，你马上签。宋总，我不收废纸，也不接烂摊子。齐岩，你不要给脸不要脸！齐岩，你的离职申请我不批准，流程没走完，强行离职就是旷工，要赔偿公司巨额损失。这个宋伯年真是脸都不要了。这是解除劳动合同知书的公证书，我1个月前交给您的那天，就已经通过 EMS 邮寄了一份带有公证效力的原件到公司法务部，回执单我都留着。按照劳动法规定，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无需您的批准，到期自动解除劳动关系。宋总，我要走，你拦不住。时间到了，宋总，希望我们再也不见。齐岩，你今天要是敢跨出这个门半步，把这5000万的窟窿留给我，我保证让你在整个互联网行业混不下去，我会让全行业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背信弃义、不顾团队死活的叛徒！行业封杀，宋总，您可能太高估星河科技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了。说到底，星河在行业里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是我给的。那也是公司给了你平台，现在你却忘恩负义的要毁了它。公司的窟窿是宋家民亲手挖的，挖窟窿的铁锹也是你给的。宋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不是吗？老齐，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吗？都给我回来工作！宋总，老齐带了我们这么久，他现在走了，我们送一送而已，这都不行？齐岩，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齐岩，宋总没签字，你的离职证明盖不了公章，没有离职证明，下家根本不敢要你，你最好还是回去把代码修好。劳动合同法第50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出具证明，你们不给，那是你们违法，我随时可以申请仲裁索赔，下家要不要我就不劳你操心了。让开。你现在有功夫拦我，还不如回去考虑一下找其他工作。老齐，你算了，你走了也好，你的本事不应该浪费在这儿。七哥，你走了那堆烂代码我们真搞不定，上面要是逼我们填坑，我们以后怎么办啊？遇到不懂的模块，先去查我留在共享盘里的文档，里面都有记录。可是别怕，你比你以为的要强，技术终究是自己的，别人抢不走，好好学。齐总，我已经离职了，叫我7点就行。齐总，上车，公司开业就等你了。谢了，霍总。白眼狼，给我等着！从今天起，你正式提拔为技术总监，年薪翻倍。所有人今天起全员通宵，把底层数据库给我拼回来。宋总，要求呢？要求就是你现在立刻起草一份技术事故说明，把核心数据丢失的责任归咎于齐衍在离职前恶意篡改底层逻辑，留下了后门。只要把锅推给他，让他背着5000万的违约金，总监的位置就是你的。宋总，您这招甩锅玩的真溜啊！是他齐衍狼心狗肺，要不是他撂挑子不干，合作方怎么会和我们解约索赔？签了保住公司，你们都有好日子过。
我签你妈！你敢砸我？你他妈要造反啊！系统倒机是因为宋佳明瞎他妈删库导致的，这件事全公司的日志都有记录。你让我做伪证去污蔑一个给公司卖命3年的人，宋伯年，我操你妈！他是在用命在填星河这个无底洞，你就因为一碗泡面罚了老齐20万，那是他违反公司规定。我对事不对人，按规矩行事。是，对事不对人。老齐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按时下班做了正常员工该做的事儿，也是对事不对人。结果你就受不了了，你这是不是双标？是不是又当又立？是啊，齐总又没做错什么，就吃了一碗泡面就被罚了20万，现在还要让齐总背黑锅，他又没做错什么。都给我闭嘴！现在你不想着反思，反而还要我做伪证污蔑他，你他妈早干什么去了？周燕，你敢辱骂上司，我就问你签不签字？要是不签，就给我卷铺盖滚蛋！我说了，签你妈！这总监留给宋家祥那个废物当去吧，老子他妈不干了！老子也不干了！谁爱干谁干，我们都他妈不干了！反了，都反了你们了！离开这儿找不到工作，你们可别跪着回来求我！滚，给我滚！看什么看？继续给我工作！今天这个系统处理不好，这个月工资就别想要了。齐总，新系统叫什么名字？另外，今天早盘您的老东家星河科技因为核心业务瘫痪，股价连续跌停，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星河的那套代码是我3年前写的，在现在的市场里已经是需要被淘汰的东西了。有传言说星河的业务瘫痪是您一手造成的。至于星河的危机，那是他们内部管理的问题，我只是一名按时下班的前员工，他们连重新插上网线的能力都没有，那也不怪我。新系统叫破晓，至于星河科技，我已经离开了，但我会永远记住在那边学到的一句话：对事不对人。老齐，刚收到消息，星河还没死透，宋伯年刚刚跟鼎盛资本的廖总签了对赌协议，拿到了3亿的救命钱，他们准备联手阻击破晓的上市。是吗？既然宋伯年不死心，那我就帮他一把，让他的心彻底死。说，有脸回来！公司马上就要被违约金搞破产了，你这头蠢猪还有心情去马尔代夫度假？叔，你别砸！我不是去旅游的，我是去给你找救星的。客户不是要底层架构吗？我找了一个行业大佬来救咱们。这老外是谁？你随便从国外找个骗子来就想忽悠我？哼，宋总，在硅谷，没人敢叫我骗子。这就是你们那个前技术总监留下的东西，结构陈旧，算力冗余，这种垃圾只配用来垫桌脚。撕东西谁都会，我凭什么信你比齐眼强？星河现在经不起第2次系统崩溃出问题了。不用信我的话，看你的屏幕，这是我去年主导开发的纽约市政模拟系统核心文件。宋总，睁大眼睛看着。叔，你看，比齐眼那个破框架快了10倍不止，这就是降维打击啊！史蒂夫先生，这套系统能无缝对接到星河现有的业务上吗？能赶在招标会最后期限前上线吗？技术不是问题，问题是我的出厂费很贵，而且这套系统需要极其庞大的服务器阵列来支撑。宋总，你有钱吗？这是星河大厦和我的全部身家。史蒂夫，我把命全压在你身上，我要用这套系统彻底把齐眼踩得稀巴烂。齐总，这几位先生找您。是你们站在门外干什么？当门神？进来。老徐，宋伯年的老狗疯了，他在整个行业群里发了封杀令，说我们几个是不服从管理，导致星河宕机的罪魁祸首。我们去面试 HR 连门都不让进。齐哥，我们本来没脸来投奔你的，毕竟我们身上背着星河的黑锅，怕影响鸿鹄的名声。但是兄弟们真的连房租都交不起了。老齐，你这要是缺打杂的、做外包测试的，给我们口饭吃就行，工资减半我们也干。我这里不需要免费加班的耗材，也不要廉价的打杂工。你们自己写的代码值多少钱，自己心里没数。老齐，这上面的薪资，看清楚条款，底薪在星河的基础上直接涨30%，
但规矩也变了。第一，红户不接烂摊子，所有的需求必须走正规流程。第二，没有突发事故必须准点下班，周末双休。如果我发现谁在没有审批的情况下私自加班卷进度，直接开除。七哥，你这规矩是真的吗？毕竟宋伯年说过，要按照规矩行事，公事公办。只不过他的规矩是吃人的，我的规矩是当人的。我需要能一起把红户做大做强的战友，敢签吗？老齐，这条命以后卖给你了。我们也是，今后就给齐哥你卖命了。这是什么破铜烂铁？这破服务器的算力根本跑不动我的美国模型，这就像用3轮车的发动机去拉动波音飞机。这已经是你第3次要求升级硬件了，史蒂夫，你到底行不行？招标会只剩最后3天了。在硅谷没人敢质疑我的技术，不给钱采购最新的冰帆阵列，系统明天就彻底死机，你们等着破产吧。2000万。这是抵押我名下所有资产换来的最后2000万了，斯蒂夫，拿了这笔钱，你必须给我跑通。放心吧，宋，只要有了钱，我绝对给你做出最棒的系统。老齐，收到风声，宋伯年倾家荡产，请了个美国专家史蒂夫，疯狂采购顶级服务器。他们的新系统要在下周的市政基建招标会上直接对标我们。市政那个基建大单利润极其丰厚。宋伯年这是要孤注一掷，拿着大单去还客户的违约金。听说那个史蒂夫的模型算力非常强，你有把握吗？买这么庞大的物理服务器来支撑算力，霍总，这说明它的底层逻辑是一坨根本无法自我优化的屎，只能靠砸钱堆硬件。可是经过分析，它的模型能力很强，如果给它足够多的服务器，强不强，上台碰一碰才知道。我就怕他倾家荡产，最后只买回来一具极其昂贵的棺材。宋伯年，你来干什么？这里是红户。不欢迎你这种背信弃义的无赖，滚出去！刘燕，你倒是一条看门的好狗。齐言，别装深沉了，你以为攀上霍正清的高枝就能安枕无忧？看看你这地方，跟破作坊有什么区别？我看用不了几天就要关门倒闭了。就是，这位可是硅谷来的史蒂夫先生。齐言，你那点半路出家的野路子，在史蒂夫先生面前连提鞋都不配。嘿，听着，我看过你以前写的垃圾代码，简直是中世纪的产物。马上我就会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 technology。你放什么羊屁？敢骂老齐？小周，宋总，如果你来只是为了说这些，现在说完了，请离开吧。下周的招标会上，我的星芒系统就会取代你的位置，拿下全部订单。齐言，你就等着红户这破公司跟着你一起倒闭吧。宋总，下周的招标会我会准时到的，希望你到时候依旧能公事公办。好，我们走着瞧。我们的星芒是美利坚最尖端的科技结晶，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系统，自动驾驶模拟模块无缝接入。各位专家，这是完全摒弃人工干预的全自动神经元网络，它代表着未来。这种底层框架确实非常前卫，数据流转非常顺滑，信息处理的也相当出色，确实不错。星河这次是下了血本了，不愧是美利坚引入的技术。成了，说他们全被镇住了。齐言，看到差距了吗？你那套土包子代码，拿什么跟我斗？今天就是你身败名裂的日子。宋总不要急，马上就到我了。到你又怎么样？你那套垃圾系统怎么和我这套美利坚最新尖端的技术比？接下来有请鸿鹄科技的代表展示破晓系统。齐言，别硬撑了，吓傻了吧？要不你现在直接退赛吧，免得丢脸拉坨大的。别吵，好好看，好好学，看看真正属于我们的技术是什么样的。哈哈哈哈哈！这就是你们红鹤呕心沥血做出来的心血。这套系统也太强了，和刚才的比起来，简直是云泥之别。齐言，你们公司连个 UI 美工都请不起吗？画个火柴人糊弄谁呢？我做的不是糊弄外行的演示动画，我做的是整座城市的神经中枢。齐总，这种全域监控极度消耗算力，你的能耗怎么解决？延迟有多高？
没有延迟。系统已在0.1秒内给出了最优调配方案，数据全被底层逻辑在内部分解。这么恐怖的算力，居然不需要外部超扫支持！齐岩，你这套系统能给市政每年省下几十亿的成本！抗议！这不可能！他不接入物理服务器，怎么可能有这种算力？他这是做出来的虚假视频动画。史蒂夫，你告诉他们，这绝对是假的。美国的系统才是最稳定的，告诉他们。稳定。宋总，你管这堆全靠硬件堆砌的破铜烂铁叫稳定？我的系统绝对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这是美利坚最先进的科技产物。齐眼，你别在这妖言惑众。史蒂夫先生的底层算力极度分散，这种设计在风平浪静时看起来很华丽，但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突发的海量数据交互，它的中央处理瞬间就会被冲垮，导致严重的内存误出。你放屁！你根本不懂硅谷的技术，这是最先进、最稳定的架构。你是在嫉妒我的技术？口说无凭，技术见真章。立刻安排技术组对星河的系统进行高压模拟测试。测试开始，30%，运行平稳。50%，系统开始出现显著延迟。警告，内存使用率突破临界值。宋总，看到了吗？如果使用这个系统，我估计不仅是你的公司，恐怕全市的人都没办法按时下班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他妈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老子砸了那么多钱，你怎么解释？说话呀！别碰我，你这蠢猪！我怎么知道？是你给的钱根本不够买真正的顶级服务器。给我时间，我也能写出他的那种系统。经过评估，星河科技数据造假，系统存在重大隐患，立刻出局。我宣布，本次招标会最终中标者红鹤科技。宋总，有些时候还是不要过度迷恋国外的所谓高科技技术，要脚踏实地才对。时间到了，宋总，我先走了。齐眼，招标会砸了，不仅没拿下订单，3大客户看了直播集体发函索赔。我砸进去5000万的服务器硬件，全成了一堆废铁！你这外国骗子，你拿了我5000万的计费，现在你想卷款跑路？宋总，请注意你的言辞。我是拿了钱，但我没保证能打败那个叫齐眼的疯子。我不管，你今天必须给我回机房，写不出一模一样的底层架构，我让你走不出这栋楼。重写一套全新的底层架构，可以。在硅谷，这种级别的东西需要一个100人团队，给我3年时间，再准备2个亿美金，你有吗？没有，那就滚开，准备申请破产吧。史蒂夫先生，既然你自己写不出来，难道你连拿来主义都不会吗？你胡说八道什么？齐眼现在的系统是在红宫的内网里，云端早就加密了，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叔，齐眼刚拿下基建的单子，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做核心代码的本地物理备份，只要有物理备份，就能拷走。如果有他现成的底层架构源码做底子，我只需要12个小时，就能把他的代码打乱，披上一层我们美国系统的外衣，就算上帝来了也查不出是抄的。可是红屋的安保那么严，怎么进去？要是被抓了，这是商业间谍罪。有钱能使鬼推磨。红鹤机方的夜班保洁儿子得了白血病，正等着钱配型。叔，齐眼的心血本来就该是星河的，你不拿，明天客户的赔偿怎么办？去拿现金，就算是偷，也要把齐眼的底层框架给我拿回来，续命。我这就让保安把大门封死，带人去把那女的摁住，直接报警抓宋伯年。摁住他有什么用？宋伯年只会推出这个保洁当替罪羊，说他是个人行为，然后他还会躲在暗处继续想别的阴招。可是老齐，拷贝进度条已经80%了，那是我们的心血啊！史蒂夫那个老外虽然蠢，但他绝对有能力给我们的代码换一层皮。等他们偷过去改头换面，我们上哪说理去啊？你们以为我为什么要把办公室的加密等级调低？为什么
又要故意在这个时间做最核心的数据物理备份。七哥，你是故意放开权限让他偷的？我留在主机里的不仅有系统的完整框架，另外我还额外加了点料。真被偷走了，他们明天拿去上线怎么办？不急，偷走的不是肉，是一块裹着剧毒的骨头。我在这套代码底层写死了一个自毁逻辑指令，不给他们一点致命的甜头，这群蛀虫怎么会迫不及待地走向自我毁灭呢？准备下西装。准备西装干嘛？明天去给宋总道喜。怎么回事？这个是花了200万现金买回来的代码，你不是说改个皮就能用吗？怎么还跑不通？闭嘴，你这蠢猪！我在剥离起眼的底层签名，真不可思议！这代码的结构简直是艺术品。说跑通了，起眼的底层逻辑完美兼容我们的外壳，现在他姓宋了。成了，我们星河涅槃重生了！马上给我联系全行业所有的媒体和投资人，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要推出超越时代的星芒系统。宋伯年，你这不要脸的老狗还敢来这儿？让开！怎么，堂堂红鹤的 CTT 现在也要亲自给员工讲课？市政的单子不好验吧？宋总，你这满面红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星河的破产清算延期了呢。齐眼，别装了。这是明天星芒系统全球发布的至尊请柬，我就是要让你亲眼看着，没有你，星河是怎么用更牛的技术君临天下的。你现在心里一定气得要发疯了吧？宋总放心，明天的发布会我会去。哼，那你最好早点到，不然我怕我的系统太火爆，你挤不进去呀。老齐，这个宋伯年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明天我们去看一出好戏。3年磨一剑，星河科技即将用星芒系统彻底颠覆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今天不仅是星河重生的日子，更是某些依靠小聪明混饭吃，1到5点就下班的废物彻底被淘汰的日子。操！这次发了，我要买保时捷，买兰博基尼，买2辆，1辆开1辆砸。宋总，我们是来看系统的，不是来听你演讲的。马上启动系统。好，让我们共同见证属于星河的新时代。星芒启动。宋总，你高兴得太早了。你看一下时间，16点59。齐眼，什么时间不时间的？你别在这给我没事找事儿。宋总，现在是下午16点59分55秒，按照规定，快要下班了。下班？什么乱七八糟的！齐眼，你该不会是看到我的系统这么厉害，气出失心疯了吧？保安，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简直莫名其妙。就是来砸场子的吧？所以，为了让你早点下班休息，我帮你一把。怎么回事？接口全断了，主数据库在自动删除。史蒂夫呢？史蒂夫，副总监，那个老外10分钟前说去洗手间，人已经没影了，车也不在了。宋伯年，廖总，你冷静，这小故障马上就能修好，我保证，马上。修你妈！我们公司后台刚才弹出最高级别预警，2000万的资金通道不仅崩溃了，客户的交易底单还在向外网疯狂倾泻。你这是拿了个木马系统来骗老子？你想拉着我一起死？嘉明，切断电源，快切断服务器物理电源！没说，拔掉也没用了，底层鼠标已经全被清空了，系统在执行不可逆的自毁程序，我们全完了。宋总，偷来的代码好用吗？是你
齐眼，一定是你黑进了我们的后台！保安，保安呢？给我把他抓起来！他这是破坏商业机密。宋总，别急着扣帽子。既然你说是自己人研发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底层源码。左边是你们花了几千万制作的所谓星翔系统，右边是我留在红巨内网的破晓系统，一模一样。宋总，就连我为了测试留下的2个无用废弃接口，史蒂夫先生都原封不动的照抄了。这就是你们的自主研发？这只能说明我们底层的技术路线撞车了。代码这东西写的相似很正常，你凭什么说是你写的？撞车？好，我让你撞个明白。你个老畜生，拿偷来的东西骗我的投资！不，这水银是假的，是你刚植入进去的，你们没证据说我偷。要证据是吧？满足你。宋总，买通宝洁偷奸偷我故意放进去的毒代码，这算不算证据？谁是宋佳明？不是我，我没有！放开我！我是星河的副总监，你们凭什么抓我？宋佳民，你涉嫌重大商业机密窃取、职务侵占，跟我们走一趟。另外，涉案的外籍人员史蒂夫已被我们在去机场大巴上截获。说你救救我！你跟他们说是你指使我的，那200万现金也是你批的，是你让我去偷齐眼的代码的。你这个畜生，血口喷人！公司什么时候批过这笔钱？这全是你个人的贪婪行为。就连我作为总裁都被你蒙蔽了双眼，你罪有应得。宋伯年，你这老狗，你过河拆桥，你不得好死！我在里面等着你。自作自受，宋总，连自己亲侄子都能送进去，你真是一如既往的公事公办。这是我应该做的，谁让他犯法了？上次是我背黑锅，这次是他。宋总，你身边可没什么人了。时间到了，我先走了。廖总，你听我解释，只要给我时间，我一定能让技术部把底层重新写出来。时间，你用偷来的残次品骗我亏了几个亿，你还敢跟我要时间？廖总，钱硬件的和宣传了，我现在账上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我不管你把钱砸哪，3天，按照合同连本带利赔偿3个亿，少1分钱，就你的大厦来抵债。老王，快，马上把公司海外账户里的备用金转到我的私人卡上。转不了了，宋总，刚才证监会联合法院的人突击查账了。你说什么？因为发布会上的丑闻，公司所有的海内外对公账户全被法院紧急冻结了。宋总，咱们星河彻底破产了。宋总，破产了。快点，到底还要多久？这5000万是我名下最后未被冻结的海外信托资产，今晚12点前必须洗到我的瑞士不记名账户里。宋总，别催嘛，你这笔钱现在可是烫手山芋，那边盯得紧。按照规矩，跨境转账手续费得要你30%。只要你能半个小时内给我转出去，打对折我也认了。我要买明早第1班飞德拜的机票。成交，宋总够痛快。怎么不动了？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想黑吃黑？不对劲儿，有更高级别的防火墙在逆向追踪我们的通道。齐言，怎么是你？宋总，这么晚了，准备去哪？不关我事，不关我事。看看吧，宋总，瑞士的钱，你是怎么查到这些隐藏账户的？
连法院都查不到我在瑞士的钱。你忘了，星河当初所有的财务结算系统底层都是我写的。你在系统里做的那些阴阳账目、资金左手倒手的把戏，真以为能瞒天过海？我早就通过底层的反制预警系统锁死了你所有的跨境资金通道。你引以为傲的心血，现在连一根网线都不属于你。齐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3年前我亲自去城镇村招你进公司的份上，你看，在我给你提供了3年平台的份上，你高抬贵手，把通道解开吧！我不要5000万了，你给我留100万，让我走吧。宋总，你不会忘了吧？这些情分，早在你因为一碗泡面罚我20万的时候，用光了。那时候星河连空调都没有。是我端着速溶咖啡陪你熬夜，是我给你提供了3年的平台，让你练手。你能不能念一点旧情？旧情？宋总，你是在说那3篇被你强行拿走第一署名权的专利论文，还是在说你为了保你那草包侄子，因为一碗泡面罚我的20万？那是失误，那是我作为总裁必须平衡各方利益。佳明是我侄子，我不保他，公司内部的投资人怎么看我？所以，为了你的利益平衡，我连续熬夜36个小时救回来的系统，就成了你的弃子。我就是你可以随便消耗的耗材。我也是一时糊涂，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些钱你只要给我留100万，只要100万，让我买张机票滚出国，我保证永远都不出现在你面前。宋总，100万对现在的你来说确实是救命钱。对，只要你点个头。但是，你忘了你教过我什么？公事公办，按规矩做事。现在的规矩就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这些证据我会立刻交给有关部门。别说100万，就是1分钱，你也别想带出这扇门。齐言，你把我逼死，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事不对人，这也是你说的。老王，你借我5万块钱，不，1万就行。我要请律师，我要翻盘，齐眼的底层逻辑里有漏洞，我能抓出来的。哪来的疯狗？保安瞎了眼吗？什么垃圾都往台阶上放！老王，你忘恩负义，当初是我提拔你当的总监，你在公司的行政采购上吃回扣，我都是睁只眼闭一只眼，你现在见死不救！老子忘恩负义，要不是你非要装逼立威，为了那区20万逼走齐眼，老子现在还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我是总裁，我立威有错吗？是齐眼那个白眼狼不顾大局。大傻逼，你还有脸提大局？你以前说什么来着？对事不对人。好啊，今天我也对事不对人，你的破事儿老子不沾，滚远点！那是我的，那些荣誉本来都该是我的。你个白眼狼，我不会放过你的。破晓系统正式上市后，深受各位的信赖，现在已经接管大大小小的企业公共环境的运算控，为全市资源开支节约了将近10个亿。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是我们鸿沪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 齐眼。齐总，破晓系统的算力跨时代，外界都说您在星河被埋没了3年，请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离开星河？关于星河科技破产的事情，您是否知晓？外界传言说是您一手策划，是不是真的？对于这件事，齐言，你这个强盗，你这个欺世冒名的小偷，你给我滚下来！安保，把他给我赶出去！放开我！大家看清楚台上那个伪君子，他是我星河培养出来的狗，他偷走了我公司的核心机密，他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宋总，您说齐总偷了星河的机密，您有实质性证据吗？我是他的老板，他以前每天在我的公司干16个小时，他连吃泡面都是在我的机房里，他脑子里的东西全都是属于星河的，属于我的。保安，放开他，让他说。齐言，你消极怠工，
你对不起公司对你的栽培。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知道你阴险丑陋的真面目。宋总，是你说要公事公办，按照公司规定做事，所以我每天准点上班，准点下班，有问题吗？就算我说按照规章制度行事，但是你根本不懂得变通，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还偷走了公司的科技专利。各位老总，你们别被起眼骗了，没有我星河那3年的底层用户数据做支撑，它的系统就是个空壳。只要全国政务系统一接入，5000万的并发量瞬间就能让它的服务器全线瘫痪。宋伯年，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靠死循环代码来堆算力？我的不行，难道你们的就行吗？宋总，你难道不好奇我每天5点准时下班以后，那些空余的时间都在干什么？宋总，看清楚了，这张是你去年以技术研发费的名义转入你老婆账户买别墅的流水，这张是你宣称要给员工发的年终奖，最后流向海外信托的凭证。我每天下班后的时间都在合法合规的帮你整理这些职务侵占的犯罪证据。宋总，不用谢。不可能，这些东西我都存在隔离的私人物理服务器里，连网都没连，你怎么可能拿得到？我说了，星河底层的每一行代码都是我写的，你想在我的地盘上藏垃圾，宋总，你是不是太过于小看我？宋伯年，你涉嫌职务侵占、巨额偷税漏税、跨境洗钱，给你洗钱的地下钱庄负责人，还有监狱里面的宋佳明也都已经全交代了。宋佳明这个王八蛋，亏我对他那么好。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宋总，慢走不送。齐言，全都是你害的，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宋总，害死你的人一直是你自己。齐言，我瞎了眼了，我为什么要罚你那20万？如果没有那20万，星河不会倒的。宋总，别骗自己了，毁掉星河的不是那20万，是你那副自以为高高在上，把人当成一次性耗材的资本傲慢。听说老李的作息非常规矩，严格遵守时间表，在那里面，你永远都不用担心是否公事公办了。放过我，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放开我！齐总，宋伯年虽然咎由自取，但他提到的并发量问题确实是目前行业的痛点。破晓系统的极限承载力到底是多少？各位，星河科技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宋伯年觉得技术有上限，所以他只能靠压榨员工来补漏洞。但他搞错了一件事，破晓系统没有上限。跑通了，没有数据排队，零延迟，1亿2000万零延迟，这是真正的跨时代降维打击。齐总，您简直创建了一个跨时代的产物啊！各位记者，我现在来回应你们之前的问题。星河的破产和我没有丝毫关系，而宋伯年所谓的偷取星河的专利也是无稽之谈。星河的底层框架专利本就是我授权给他们的。齐总，几个月前在星河的会议室，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但我没想到宋伯年能蠢到亲自把刀递到你手里。廖总今天来不是为了和我一起感叹宋伯年的下场的吧？我是个商人，当然是来谈合作的。这是鼎盛未来10年底层系统全面接入破晓的独家合作协议。齐总，以前在星河你受委屈了，这份合同利润分成我让2份，3期开，你7，我3。廖总，商场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愿意让出这么大的利润，应该不只是为了交朋友这么简单吧？齐总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我让利买的是独建权，我要破晓系统在金融投资板块只对鼎盛一家开放，我要你掐断我竞争对手的算力接口。廖总，你搞错了一件事，破晓系统是行业基础设施，不是你用来打击同行的刀。齐总，宋伯年倒了，市场洗牌了，你只要跟我绑定，我们强强联手，金融圈的钱我们赚不完，你何必去赚那些小鱼小虾的辛苦钱？因为我不做任何人的附庸。以前在星河，我给别人擦屁股，现在我做破晓，我要自己定规矩。55开，你现在可是垄断地位，你完全有资格拿70%，甚至你开80%我都得受着。我拿我该拿的，1分不多1分不少，55开是市场价，也是我的底线。所有接入破晓的客户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只要鼎盛的需求合规，破晓系统保你10年安稳，你的数据不会有任何延迟。但如果廖总还想搞私下垄断那一套，大门在后面，慢走不送。好一个公事公办，宋伯年说的一点都不冤，
他搞了一辈子虚伪的职场规矩，却碰上了你这么个真正守规矩的狠人。齐总，合作愉快。获得本届互联网年度技术风云人物的是破晓系统总架构师齐岩。那个位置本来应该是我的，那个奖杯是星河的，只要他不走，敲钟的就是我。喂，老头，别发癔症了，人家那是身价100亿的大总裁，你一个搞财务造假的诈骗犯，还真以为电视里的人是你小弟啊？他就是我的员工，我罚过他20万，他就是个抽血代码的。感谢组委会，今天拿到这个奖，我不想去讲什么艰苦奋斗，也不需要赞美所谓的狼性加班，我只想特别感谢一个人，我的前老板宋伯年宋总。过去我们判断一个程序员优不优秀，靠的是他能不能忍受无休止的加班，能不能把关系户写出的烂代码强行跑通。结果是什么？是劣币驱逐良币，是系统频发宕机。是宋总让我彻底明白了一件事。一个工程师熬了3个通宵保住的核心数据，在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下，甚至可以因为一桶泡面而被全盘否定。他也让我学会了公事公办。我后悔了，我当初为什么因为李威去搞他？为什么要替宋家明那个废物擦屁股？9527，大晚上耗丧什么？滚回铺上去蹲好。所以，今天这座奖杯不仅是对技术的认可。它属于每一个在工位上踏实写好每一行代码的技术者。真正尊重技术、公事公办的时代破晓了！好！齐哥，财务刚把这季度的项目分红打过来了，就这3个月，比我在星河干3年赚的都多。我终于赶在市区看房了。瞧你那点出息！以前在星河，我天天办公桌里备着速效救心丸，就怕半夜宋家明加改接口，把全公司的库给删了。在这里，咱们只管把代码写干净，剩下的就是按劳分配。没有烂摊子要收拾，代码自然干净。这杯敬你们的付出，得到了该有的真金白银。老齐，国内这盘棋算是彻底拿下了。但我刚收到华尔街那边的消息，那几个国际巨头正在联手搞技术壁垒，企图锁死我们的海外 IP。意料之中，打不过底层架构，就只能玩行政壁垒。老齐，这可是生死战，我们要不要今晚就把核心团队拉回会议室，连夜通宵推演一套应对华尔街的突围方案？霍总，壁垒是挡不住技术代差的，我们的底层逻辑领先他们一个大版本，他们费尽心思搞的围堵，最后只能被迫适应我们制定的标准。至于连夜通宵应对，大可不必。就算是华尔街联手，就算是天塌下来，也得等明天早上9点打卡之后，我们在会议室里按规矩慢慢谈。还得是你啊，老齐，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齐总，我今天刚好路过楼下，厚着脸皮想来看看你。宋伯年，坐吧。齐爷，这3年在里面，我每一天都在反思。如果当初在庆功宴上，我没有为了一碗泡面去罚你那20万，星河是不是就不会倒？宋伯年，你到现在还觉得毁掉星河的仅仅是那20万吗？难道不是吗？如果我不提那个罚款，毁掉你的是你自己定下的规矩。你觉得员工的时间、精力甚至尊严都是可以随意支配的耗材，你用对事不对人来掩饰你的压榨。我只是按照你教我的规矩，严格执行了一遍而已。当初的我是拿星河当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加班。可是你那20万的罚款让我明白，星河属于你，不属于我。你说的对，是我自己被自己的傲慢反噬了。齐哥，明天欧洲分部的技术对接会议5点了，有什么事儿明天上班再谈。下班吧。